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程毅一句"先做人再演戏"，为什么让剧组群演当场红了眼？今天刷手机看到程毅在人民日报客户端在场栏目里说："演员先做人，再演戏"，一句话把我这个常年跟组的小群演直接看哭了。我想到3年前在横店最冷那天拍夜戏，零下5度，我们几十号群演穿着单衣在泥水里爬，导演一喊过，大家都往火堆挤。火堆只有一小盆，烤前胸，后背还是冰的。主演们有房车，我们没地方去，只能蹲墙角。当时程毅也在这部戏。他拍完自己的一条，没回房车，抱着一摞羽绒服出来，一人一件发到我这儿。他蹲下来，把衣服裹我背上，说了句"辛苦了，别逞强"。衣服带着他的体温，我一下就绷不住，眼泪混着鼻涕往下淌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批羽绒服是他自己掏钱买的，一共300多件，多出来的全捐给了横店工会，留给下一个组。今天看到他说先做人，再演戏，我脑子里全是那件羽绒服的温度。圈里人都懂，横店每天开机几十部戏，能像他这样记得给群演拿衣服的不多。更多时候，我们像背景板，像道具，连正脸都不配给。程毅不是第一天这样。去年南风知我意杀青，他让助理把现场所有没吃完的盒饭打包，开车送到敬老院。有人说作秀，可我知道，那天敬老院老人吃的是热乎的红烧肉，而他自己在回酒店路上啃冷面包。今天网上有人夸他3观正，也有人说每个演员都会说漂亮话。我只把我看见的写出来。拍沉香如屑，他提前3个月进组，跟着五指师傅每天练剑，手心裂的口子深能见肉。化妆师要给他贴创可贴，他说别贴，角色常年握剑，有茧子才对。有场跳崖戏，他坚持不用替身，钢丝绳勒的大腿子青。导演喊过，他第一句话问的是刚才镜头里我表情有没有崩，别耽误后期老师。粉丝探班，给剧组买了50箱饮料，他让后援会把钱算清楚，一分不少退回去，说他们的钱也是打工挣的，留着给自己买点好吃的。这些事没人给他买热搜，他也从不让拍。今天他把先做人再演戏拿到人民日报去说，有人担心是不是又立人设。我反倒觉得他是把私底下做了10来年的规矩，终于敢放到台面上讲。因为现在的圈子太快太飘了，数字台词、抠图替身、亚戏5部同时拍，粉丝互撕比作品先出圈。观众不是傻子，烂剧看多了，心就凉了。程毅这句话像给冷水里扔了颗热炭，噼啪一声，把很多还在坚持的老伙计心里那点火苗重新点起来。我写这些不是想吹他多完美，他也犯过错，也紧张到说错话，也曾在综艺里被剪成木头。但我想让大家知道，在横店最冷的那天，有个演员把羽绒服披在我身上，自己冻得打哆嗦。那一刻，我信了他的先做人。戏可以配音，脸可以精修，可人心里的温度骗不了镜头。今晚收工早，我给小演员上课，把程毅那件羽绒服的故事讲给他们听。说完，我把衣服递过去，先穿上，再谈演技。小家伙眼睛红红的，说："哥，我懂了。"我想，这就是那句话最朴素的答案。你先把人做暖和了，角色自然就热了。程毅那句先做人，再演戏，在我看来，不只是一句演员的座右铭，而是他一路走来用行动写下的一种信念。娱乐圈光鲜亮丽，但在那些聚光灯照不到的地方，藏着无数的寒夜
汗水与坚持。而诚意让很多人重新相信了人品这2个字，依旧是演员最重要的底色。我记得第一次听到这句话，是在人民日报的那期采访里。他神情平静，没有刻意煽情，只淡淡地说：“演员先做人，再演戏。”就是这样平常的一句话，却让无数从业者红了眼。尤其是像横店那些群演、替身、灯光师，他们懂这句话的分量比奖杯重。3年前那个冬天的故事，很多人都听说过。那晚气温零下，你的冷水夜戏，群演们一遍又一遍趴下、翻滚、挨骂。导演喊休息，大家却不敢走远，只能挤在一盆火堆旁边取暖。就在那时，程毅从片场那头走来，抱着一大堆羽绒服，一件一件的分给大家。他没让助理做，而是自己蹲下，给每个人披上，轻声说：“辛苦了，别逞强。”那一刻，没有台词，没有镜头，却比戏还真。后来大家才知道，那300多件羽绒服是他自掏腰包买的，剩下的他捐给横店工会，说留给下个剧组的人穿。这件事从没上过热搜，却在口口相传里成了很多群演心里的一束光。其实，了解他的人都知道，这不是一次性的善举，而是一种习惯。拍《南风知我意》那年，他让助理把现场多余的盒饭打包送去敬老院。有人笑说作秀，可谁能想到，他自己在回去的车上只啃了个冷面包。他拍《沉香如屑》，每天和五指练剑，手上裂口流血也不贴创可贴，说角色练剑多年，茧子才是生活的痕迹。有场跳崖戏，导演劝他用替身，他摇头，观众看得出来。结果钢丝勒出一圈淤青，导演喊停时，他第一反应不是喊疼，而是问：“刚才那条镜头能用吗？”这样的敬业，在如今数字台词爱配音抠图演戏盛行的时代，显得格外珍贵。他的粉丝给剧组送饮料，他却让人把钱退回去，说他们的钱也是血汗钱，别为了我省吃俭用。一个演员能替别人着想，这就是做人的分寸感。当他终于在公众面前说出那句先做人，再演戏，我反而觉得那是他多年来的信念被正式看见的时刻。如今的圈子太浮躁，谁红谁塌房，谁 CP 更火，似乎成了衡量演员的标准。但程毅却选择了另一条路，他不去争，不去吵，只是拍好每一场戏，演好每一个角色。也许正因为他相信镜头能照出一个人的良心。演技可以磨，台词可以练，可如果一个人心凉了，再好的光都打不出温度。在横店那些最冷的夜里，有个演员把羽绒服披在别人身上，自己却冻得直哆嗦。那一幕被无数群演记在心里。那件衣服的温度，正是先做人的最好注解。现在我每次跟年轻演员聊天，都会讲起这个故事。我告诉他们，别急着想红，先学会把人做好。你心是热的，角色才会有生命。也许这就是程毅那句话最打动人的地方。当一个人愿意先温暖别人，他的戏才有了真正的温度。